东南亚最强潜艇新加坡无敌级首艇交付，这是要将毒虾战略贯彻到底。9月中旬，新加坡第2艘无敌级潜艇抵达樟宜海军基地，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服役。无敌级潜艇属于新加坡第一款全新潜艇，就性能而言，在东南亚这一片，无敌级称第2，没人敢称第一。该潜艇服役之后，让新加坡这支主要装备2手潜艇的潜艇部队变成了一支以全新潜艇为主的水下力量，也让新加坡这只毒虾变得更毒。那么，这艘东南亚最强潜艇性能到底如何？对于新加坡而言，无敌级又能起到什么作用？在国防政策上，新加坡一直都是执行毒虾战略，也就是将自己比作能产生剧毒的小龙虾，既能与鱼群共存，又不会被大鱼吞掉。言外之意就是新加坡必须保持有效的威慑能力。在这一战略的影响下，新加坡打造了一支战力相当强悍的武装力量。由于扼守马六甲海峡，海军更是重中之重。在海军装备发展上，东南亚国家明显对潜艇青睐有加，新加坡也不例外。原因也很简单，潜艇的作用更大。一般情况下，单艘水面舰艇很难对航母编队构成实际威胁，但是对于可以长距离隐蔽航渡、长时间水下待机的潜艇而言，如果战术得当，有机会突破航母编队的反潜警戒圈，作战效益远超水面舰艇。而且舰艇还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，比如在预定作战海域提前部署、搜索、跟踪并攻击敌方水面舰艇，在敌方控制海域布雷，向敌方控制区输送特战人员，执行特种任务等等。对于军费预算有限的东南亚国家而言，潜艇无疑是最合适的装备。不过在潜艇方面，新加坡装备的基本全是2手货。在东南亚国家中，印尼是最早装备现代化潜艇的国家，而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东南亚唯一装备潜艇的国家。冷战结束后，其他的国家也开始购买潜艇。进入21世纪，东南亚甚至进入了潜艇竞赛模式，而新加坡就是最早入局的国家之一。只是在无敌级之前，新加坡的潜艇都是2手的。1995年，新加坡从瑞典引进2手的海蛇级，该潜艇是瑞典2战后第一代现代化潜艇，单轴单螺旋桨推进。新加坡一共购买了4艘海蛇级，将其重新命名为挑战者级，并且还成立了一支专门的潜艇部队，也就是第171中队，驻扎在森巴旺基地。海蛇级虽然有一定的战力，但毕竟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品，放在21世纪，整体性能已经落后了。不过，新加坡至今都没有令其全部退役。对于新加坡而言，购买海蛇级潜艇的作用就是用于船员培训，熟悉水下战法。所以，即使海蛇级已经很老，新加坡也没有将其全部退役，而是2艘服役、2艘库存的模式。新加坡的第2款潜艇依旧是2手的。在购买4艘潜艇后，新加坡并没有停止采购的脚步。正好瑞典这个时候不再发展潜艇，就把自己最新的2艘西哥特兰级潜艇卖给了新加坡，重命名为射手级。可以说，新加坡在西哥特兰级服役之后，潜艇的发展才走向正轨。海蛇级的作用就是发射鱼雷，打击敌方水面舰艇，而西哥特兰级不仅可以执行反潜、反舰等任务，也可以用于布雷、运送蛙人。为了适应波罗的海的浅海作战环境，西哥特兰级采用 X 型尾舵，水下操控性能与机动性更好，浅海活动能力较强，很适合新加坡海军。当然，在交付给新加坡时，瑞典也对西哥特兰级进行了一定的改进，比如去掉恒温系统，加大制冷系统，保证新的空调系统，适应东南亚海域潮湿闷热环境。由于新加坡周围的海域水温比较高，海水盐分很大，瑞典还为该艇进行了防腐处理。更重要的是，瑞典还为这2艘西哥特兰级潜艇增加了空气独立推进系统，使其能够长时间保持在水下，而不会浮出水面。水下续航能力和隐形能力更强，进一步提高了新加坡海军的作战灵活性。在东南亚地区，西哥特兰级也是第一款采用 AIP 系统的潜艇。与海蛇级潜艇相比，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哥特兰级，无论是在自动化程度还是在火力上，都要比海蛇级更强。西哥特兰级的服役也让新加坡海军拥有了完整的潜艇作战能力。不过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贵的不一定好，便宜的一定不好。2手潜艇价格比较实惠，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。
据了解，新加坡当时购买的2艘西哥特兰级潜艇仅花费了1.28亿美元，与当时动辄3-4亿美元以上的全新潜艇相比，可以说相当实惠，并且也不需要等待建造，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交付使用。不过，便宜实惠的二手潜艇可靠性、作战能力等方面都不如全新潜艇，加上之前购买的潜艇年龄太过老旧，新加坡就打算购买一款全新潜艇，也就是无敌级。就性能而言，无敌级就是东南亚最强。进入21世纪之后，东南亚国家的军备竞争越来越激烈。在射手级服役之后，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尼等国家也都购买了更先进的潜艇，新加坡也不甘示弱，在2013年和2017年分2批向德国蒂森克鲁伯海事系统公司采购了4艘基于214型放大而来的 218SG 型，以取代现役的2艘挑战者级以及2艘射手级，连同后勤、维护、技术指导、人员培训费用，单艘潜艇价值约为9亿美元。218SG 型潜艇属于定制款，专门为新加坡潜水地区热带水域作业设计的，并被命名为无敌级。其中，无敌级首艇无敌号2019年2月18日下水，2020年9月开始首次海试，却遭遇火灾事故，一直拖到2024年9月13日才交付，时间比2号艇还晚。2号艇无暇号在2023年7月20日就已经交付。作为定制版，无敌级潜艇的性能极为契合新加坡。该潜艇基于212型和214型潜艇研制，外形上与214型潜艇比较相似。根据新加坡海军的具体要求，无敌级放大吨位增加了内部空间，直径6.3米，水下排水量2200吨，水上最大航速超过10节，水下超过20节，最大航程可达1万海里。在设计上，无敌级采用了与212A 型潜艇相同的 X 型尾舵，以及214型潜艇相同的推进系统，提升潜艇的可操纵性和机动能力，更适合浅海作战，并且采用 AIP 系统，可以在水下潜航2到3周，时间比射手级潜艇长了50%，期间无需浮潜，远海隐蔽作战能力进一步提升，这个指标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。在任务方面，无敌级既可以反潜，也可以反舰，其配备了8座533毫米鱼雷发射管，可以携带18到20枚多用途重型鱼雷和潜射反舰导弹。在采购无敌级的时候，新加坡海军为其选择了德国制造的 DM2A4 海雪电动鱼雷。这款鱼雷分2种型号，射程较远的可以达到50公里，主要执行反舰任务，而射程较短的仅为 17.3 公里，主要用于反潜任务。在声纳与居住环境这方面，无敌级在东南亚也是首屈一指。为了增强潜艇的态势感知能力，无敌级还采用了先进综合声纳系统，包括停手声纳、舷侧震声纳和拖曳声纳，这些声纳还进行了针对性设计，更适合浅海环境。此外，无敌级潜艇同样具备携带特战人员和无人潜航器的能力，有利于新加坡海军在马六甲海峡执行反海盗、解救人质等特种作战。在实际使用时，无敌级也相当人性化，其安装了德国阿特拉斯电子的 ISUS-100主动和被动声纳，阿特拉斯电子与意法半导体共同设计的作战管理系统，以及新加坡国防科学技术局开发的决策支持系统，可分析数据以协助作战决策，自动化程度相当高。先进的作战系统使得无敌级潜艇的船员能够以3个4小时的班次操作潜艇，而不是2个6小时的班次。在水下部署期间，船员的休息时间更长。无敌级潜艇仅需要28名船员，在任何时候都有大约10人在执勤，另外18人下班休息。船员的居住区也相当舒适，空调、共享双层床、娱乐设施属于标配。与之前的潜艇相比，无敌级的生活区有一定的扩大，并配备了额外的淋浴设施。实际作战时，无敌级可以执行在沿海水域的海军行动、保护海上通信线、情报收集以及特种作战等任务。这4艘全新的无敌级将替代新加坡第171潜艇中队的4艘老潜艇。无敌级的服役使得新加坡海军的水下作战实力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。即使东南亚经过了潜艇采购热潮，无敌级也是最强的。过去几十年里，东南亚国家纷纷加入了购买潜艇的队伍。作为东南亚第一个拥有潜艇的国家，印尼在20世纪80年代就从德国采购了2艘209A 型潜艇。为了进一步加强水下作战力量，印尼海军在2011年订购了3艘韩国制造的209改进型潜艇。越南则是从俄罗斯订购了6艘基洛级常规潜艇，水下排水量3000吨，
艇手装备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，可发射 3M54 重型反舰导弹。2017年，随着第6艘基洛级服役，越南成为东南亚地区中潜艇数量最多的国家。除了新加坡、印尼和越南之外，其他东南亚国家也采购了不少潜艇。马来西亚从法国引进2艘幼鱼级潜艇。缅甸从印度引进2艘二手的基洛级。就数量来看，无敌级取代挑战者级与射手级之后，新加坡海军的潜艇数量不如越南和印尼。但是作为一款全新潜艇，无敌级的单艇综合作战能力要远超越南的基洛级与印尼的209型系列潜艇。东南亚最强实至名归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无敌级潜艇的性能如何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